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哎呀，最近这段时间可真是有意思了。自从新婚姻法实施以来，我这个当红娘的是又气又笑。笑的是终于给那些心术不正的人立规矩了，气的是还真有不少人跟我抱怨说，丽姐，这新法也太不近人情了吧。各位，且听我娓娓道来。上周接待了一位女嘉宾，我的老天爷啊！一进门就开始数她的条件。我今年33岁，身高165，毕业于某某名校，目前在外企做高管，年薪60万。我的要求不高，男方要有房有车，身高175以上，年薪起码要80万，家庭背景要好。说到这儿，我必须给大家科普一下新婚姻法的核心内容。现在法律明确规定了，婚前的房子婚后归谁？那肯定是归产权人所有。婚前买的房子，无论有没有父母出资，只要登记在谁名下，就是谁的个人财产。结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才算共同财产。这不，我刚说完这事，那位女士就不高兴了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？那我结婚后房贷还一起还，但是房子却不是共同财产。我当时就想说，那您倒是自己买房子啊，但是我忍住了，毕竟是服务行业嘛。我温和地说，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，为的就是保护双方的权益，避免因为财产问题引发的纠纷。结果好吗？这位女士直接来了一句，那我肯定要找个有全款房的，我可不想还房贷。哎呦喂，我这个气啊，但还是得继续给她介绍。正好有个条件不错的男士，35岁，身高178，年薪确实到不了80万，大概50万左右，但是人家有2套房子，而且都是全款，家里条件也不错。我把这个男生的条件说了，那位女士一听说年薪50万，直接摇头，不行不行，工资太低了。现在物价这么高，生活质量肯定跟不上。而且我觉得男人必须要有上进心，50万的年薪说明他的能力有限，我真是服了。这种时候我就特别想告诉他，姐妹啊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行情吗？你知道现在优质男青年有多抢手吗？新婚姻法实施后，那些有能力的男士更加谨慎了，都不愿意找那种一心想着占便宜的女生。说到这里，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，自从新婚姻法实施以来，我们婚介所成功配对的案例中，有超过60%的女方都主动表示愿意承担婚后的各种支出，不再把买房购车的压力全都推给男方，这才是健康的婚恋观啊。要我说，新婚姻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婚姻回归感情的本质。以前有些人把相亲当成了致富的途径，现在这条路算是被堵死了。说真的，我觉得这是好事，婚姻本来就应该建立在2个人感情的基础上，而不是变成一场利益的交易。说到这儿，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的场景，就是那天我正好安排这位女士跟那个年薪50万的男士见面。天哪，那场面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尴尬。俩人一见面，那位女士二话不说，开门见山就问，听说你有2套房子，在哪个区域，多大面积？那位男士人品是真的不错，耐心地回答说，是的，一套在市中心90平，一套在郊区130平，都是全款。结果这位女士又来了，那你平时开什么车啊？男士说，开大众帕萨特。就开大众啊。这位女士的语气明显就有些嫌弃了，我觉得至少应该开个奔驰宝马什么的吧。哎呦，这下可把这位男士给惹毛了。只见他放下茶杯，淡定地说，我觉得买什么车是个人选择，不应该被别人的标准所定义。再说了，我的2套房子都是靠自己努力全款买的，不是靠啃老买的。倒是您33岁了还住着租房，每个月光房租就要花掉工资的1/3，您觉得您有资格对我的选择指手画脚吗？这话一出我都惊呆了。但是说实话，我心里特别爽。新婚姻法实施后，像这样的男士越来越多了，他们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不再一味迁就女方的各种无理要求。那位女士被怼得脸色发白，支支吾吾地说，我这不是想找个有上进心的男人吗？上进心就一定要表现在物质上吗？男士反问道，我的2套房子都是5年内全款买的，您觉得这算不算上进？我开帕萨特是因为这车性价比高，省油耐用，这难道不是一种理性的消费观吗？
说到这里，我必须得给大家补充一下，新婚姻法还规定了一个重要内容，婚后一方父母出资给自己子女买房，产权登记在子女名下的，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，是子女的个人财产，这就避免了很多因为房子产权引发的纠纷。而且现在法律还明确规定，结婚前后产生的债务都要看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。如果一方瞒着另一方借钱买奢侈品，那就是个人债务，不能让另一半来承担。所以我就问那位女士，您觉得在当下这个政策环境下，您的择偶标准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？结果这位女士居然说，那我宁可不结婚，也不能降低标准。我觉得爱情就是要找个能给我想要的生活的人。男士听完直接站起来说，丽姐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价值观差太多了。我要找的是能和我一起经营生活的伴侣，不是找个花钱的主子。说完，他直接走人了。我的老天爷啊，这还是我这么多年当红娘第一次看到男士这么干脆利落的走人。不过我觉得他说的对，在婚恋观上确实不能只看物质条件。您猜怎么着？这事还没完呢。后面发生的事情更是让我大开眼界。那位女士气呼呼地走后，马上就在我们婚介所的评价系统里给了差评，说我们介绍的男士素质太差，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我这个人脾气算是比较好的，但是听到这种评价，我也忍不住了。我直接打电话过去说，这位女士，我觉得咱们需要好好聊聊。您是觉得男方素质差，那咱们来分析分析到底是谁的问题。首先见面就打听人家的房子车子，这合适吗？您要真想了解一个人，不应该先聊聊三观、兴趣爱好这些吗？可是丽姐，这不都是必要条件吗？我总不能找个穷光蛋吧？他还在强词夺理。我这个气啊，您说说，您工资60万，人家50万就叫穷光蛋。人家2套全款房，您租房住，谁的资产更雄厚？再说了，新婚姻法都明确规定了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度，结婚后双方各自的收入都是共同财产。您这么在意男方的收入，是不是显得太过功利了？听我这么一说，他倒是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丽姐，您不知道，现在我妈天天催我结婚，说再不结婚就晚了。可是您看看现在这个物价，房价这么高，我不找个条件好的，以后怎么生活啊？我叹了口气，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这是典型的妈妈思维在作祟啊！现在很多大龄女青年的择偶观念都受父母的影响太深。在他们那个年代，确实是男方必须要准备婚房，男方要做一家之主。但是现在社会在进步，法律在完善，男女都应该共同经营这个家才对。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，新婚姻法的一大亮点就是强调婚姻的平等性。您想想，您这样优秀的女性，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被供养的位置呢？找对象最重要的是三观要合，脾气要合，两个人有共同的生活目标。而且您知道吗？新法还规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，如果夫妻一方婚前隐瞒了重要情况，比如巨额债务、生理缺陷等，另一方在婚后发现，可以请求撤销婚姻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婚姻最重要的是诚信。您一上来就盯着人家的物质条件，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说到这儿，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。自从新婚姻法实施以来，来我们婚介所相亲的男士们，反而更看重女方的责任心和处事态度了。他们都说，与其找个整天算计自己的，不如找个三观正、愿意共同奋斗的。这不，前2天我还成功撮合了一对儿。男方是个创业的，收入不稳定，但是特别踏实上进。女方是个高中老师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是特别善解人意。两个人见面的时候，女方说了一句特别暖心的话，只要是两个人一起努力，什么困难都不怕。您猜怎么着？那个男生当场就被打动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情投意合啊！说到这里，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小插曲，这个小插曲啊，就是关于那位相亲女士后来的事。她被我说的哑口无言之后，过了大概1周，突然给我发了一条信息。她说，丽姐，我想通了，我可能真的有点功利了。其实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优秀，但是仔细想想，除了工资高一点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我一看这消息，心里还挺高兴的，
这说明他终于开始反思了。我赶紧回复他，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这就是进步，你知道吗？新婚姻法里面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，就是明确了夫妻共同经营公司的股权分配问题。如果是婚后夫妻一方收入投入到另一方的公司，那么公司的收益就应该由双方共享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婚姻就是一场共同创业。而且现在法律对于家务劳动的付出也是有保护的。如果一方因为照顾家庭放弃工作机会，在离婚时是可以要求补偿的。所以婚姻不是在比谁给的多，而是在看两个人怎么互相扶持。这位女士听我这么一说，好像真的想明白了。她说，丽姐，我现在觉得特别惭愧。我之前总觉得找对象就是找个能给我幸福的人，现在才明白，其实幸福是两个人一起创造的。我一听这话，差点感动得要掉眼泪。这才是正确的恋爱观嘛。我赶紧问她，那你现在对另一半还有什么要求？她想了想说，其实条件真的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希望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，有上进心，最重要的是能互相理解，互相支持。好嘞，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，我立马就想到了一个特别适合他的男士。这位男士今年34岁，是个律师，虽然收入没有他高，但是特别靠谱，而且很有想法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对新婚姻法特别了解，还经常做一些公益普法活动。您猜怎么着？这回我把这位男士的情况一说，他居然没有第一时间问收入，而是问他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，性格怎么样。这一问不要紧，我可高兴坏了。这说明他真的变了，开始在意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了。我就给他详细介绍了这位男士的情况。他平时除了工作，还特别喜欢读书，每个月都会参加一些读书会，性格特别随和，但是原则性很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特别孝顺，每个周末都会回家陪父母吃饭。听我这么一说，这位女士居然主动要求见面，而且您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这一次见面，这个故事的结局我待会儿再告诉您。因为说到这儿，我必须得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点。新婚姻法的实施不仅仅是在保护财产权益，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。现在很多人总说结婚难，剩女多，但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条件不够好，而是很多人的婚恋观出了问题。说到这儿，我就得继续给大家讲那对儿年轻人见面的故事了。您猜这次见面是什么情况？完全不一样了。女方特意选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，一见面就说，听丽姐说你经常做普法活动，能跟我聊聊你对新婚姻法的理解吗？那位律师一听这话，眼睛都亮了。他说，新婚姻法最大的亮点就是让婚姻回归到感情的本质。比如说，现在很多人结婚前都会签婚前协议，这个在法律上是被支持的，因为婚姻应该建立在互相信任、互相尊重的基础上。女方听完，若有所思地说，是啊，我之前总觉得婚前协议是不信任的表现，现在想想，其实是对双方负责的态度。他们俩聊得可投机了，从法律聊到人生观，从工作聊到兴趣爱好。期间女方提到自己特别想学摄影，结果这位律师正好也是个摄影发烧友，两个人相见恨晚，直接聊了3个多小时。后来女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第一次觉得原来谈恋爱是这种感觉，不是在算计对方能给我什么，而是在分享各自的生活和想法。这不，他们现在已经在交往了。男方虽然工资只有女方的一半，但是两个人特别登对。上周还一起去爬山，拍了好多照片发朋友圈，羡煞旁人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给大家总结一下。新婚姻法实施以来，我们婚介所的成功率不降反升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法律筛掉了那些带着功利心来相亲的人，留下的都是真心想找到人生伴侣的。现在我介绍对象都会先问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觉得婚姻是什么？第二，你能接受婚前协议吗？第三，你对未来生活有什么规划？通过这3个问题，基本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婚恋观是否正确。说实话，这个新婚姻法实施的太及时了。它不仅保护了双方的权益，更重要的是给了那些想要认真恋爱的人一个公平的机会。那些想靠婚姻发家致富的捞女，现在是真的没市场了。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婚前财产婚后归属，
让那些抱着吊凯子心态的人无路可走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婚姻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致富之道，它是两个人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开始。希望所有正在寻找另一半的朋友们都能摆正心态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觉得有收获，记得点赞订阅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